Game 什么？桌游备赛，我是聂修明，我是香云。这个月呢，我们来介绍2款特别的游戏。那我们精选出来的第一款呢，是日本排行榜非常高，而且卖到爆炸的游戏《九妹人》。没错，据说《九妹人》是2017年你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游戏。大家有爱喝酒，应该看得懂这个盒子包装很特别，是什么？就是一个酒的礼盒包装。没错，而且它还是日本酒的礼盒。游戏过程就是3到5人玩家，那我们就是扮演酿酒厂的角色，那我们就要在3年分别就是每一年制造出一瓶非常完整的酒。说到日本酒，就是说明就是蛮有研究的嘛。那你来聊聊你最喜欢喝日本的哪一款酒？日本的清酒算是我非常爱喝的酒款。那当然，日本酒除了清酒，像烧酒，你听过？有。对，然后还有像美酒，在日本也是非常的有名。那我们这次去日本也是疯狂的买了一堆的美酒回来。对，真的是太便宜了，不买对不起自己。真的，而且我觉得美酒加可乐真的好好喝。真的，美酒应该也是百搭的一个酒款。那我们这一次要介绍的就是透过游戏来知道清酒的整个制造的过程有哪一些。没错，这款游戏其实它是一个竞标的游戏，那会决定你的先后顺序。决定先后顺序完呢，那我们就会开始选酒米，因为其实所有的制作过程原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你选的这个米好不好，就决定你这款酒的定调。对，那你要不要聊聊那个酒米？制作一款酒最重要的第一阶就是我们要先选米嘛。对，那当然酒的米是哪一种，就是第一个步骤。讲完了，对，跟我刚刚讲的是不是一样？对，那接下来当然米选完之后，我们要第2个步骤是什么？要选它发酵的，叫做曲。对，就是像酵母啊，还是发酵菌啊这种东西，让酒去发酵。像比如说 whisky， 它的原料就是麦嘛。对，那还有什么？葡萄酒啊，对，白兰地啊，白兰地你知道什么？不太知道。白兰地也是葡萄，对，那只是说葡萄那研究就多，因为葡萄有熟成的啊，或者说冰过的啊，还是还没熟的啊，就各种就会造成不同的酒的品种这样子。对。那以清酒来说，它就是以米来做基础，那它会加入所谓的曲，也是让它去发酵。那发酵的高低当然就决定这个酒的就是味。接下来我们就是聊聊不合是什么呢？不合我们可能比较没听过，但在日本来说，不合的意思今天就是我今天1粒米，虽然它非常非常的小，可是我们一样会把它研磨，就是去无纯精嘛。那我们就是假设我这个米磨到50%以下，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大吟酿，50到60%就是所谓的吟酿。那它这个米如果就是60%以上都保留，我们就说它就是一个纯米酒。其实我们常去看日本酒，它有非常多的什么名字啊，或是那个内容物，那其实透过吟酿、大吟酿、纯米酒，你就知道说，原来它的不合的程度是多少。除了就是刚说的那几个，然后我知道修明很爱喝日本有款酒叫什么？踏迹。踏迹，那踏迹其实有分，比如说2哥3分、3哥9分。那像2哥3分，其实通常大家最推最好喝的。其实我觉得从踏迹它的名字，我们也可以简单知道，它写的是2哥3分，然后纯米大吟酿嘛。对不对？那其实这已经很完整知道说这款酒呢，首先2哥3分它的不合就是它只有留下23%，那其他77%都是去掉的，都磨掉了。然后再来是它是大吟酿嘛，所以它本来就只2哥3分，所以它一定是大吟酿，因为它的磨掉的是超过50%的。然后还有最后一个什么纯米，对，那所以代表它没有任何的添加物，它就是用米去做精炼的。对，用踏迹来举例，大家就会比较有概念。不合结束呢，我们就要来下一步骤啦，叫做添加物。就是有些酒它可能不一定是纯米，它会添加一些风味或口感，那这就是添加物。最后就是进入市场操作啦。那市场操作比较偏向，就这款游戏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竞标嘛，那有时候会有点运气成分，所以市场操作就可以来转换这个游戏的机制，就是玩家可以选择去调动不合或是添加物，然后影响其他对手的分数。市场操作结束，我们最后就会来进行这1年度这瓶酒的评判，然后看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比如说，第1名就是金赏，第2名就是银赏。评判结束呢，这些都是有分数，最后进行奉纳，就是这瓶酒呢，到底会受到神的祝福，还是神的神罚，就是这都跟神灵是有关系的。这也是这整款游戏我觉得很特别的
地方。好，那今天介绍这一款就是九妹人啦，它的设计非常的最有趣就是大家可能很认真比，然后最后选名字选完之后，是什么？杀凶杀啦，而且还是凶杀乐。没有这款游戏就是玩到后来就是比大家谁的名字命名的好。对，如果你命的名字很平庸呢，这款就是这个酒里面制成再好，但是名字听起来就是弱。对，那也有可能这瓶名字看起来就是很烂，对不对？又不是只是一瓶米酒，对不对？但是你名字取得很杀，对不对？它也有可能分数会很高，会卖的。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的第二款是最近 KS 刚到，然后呢，我们就是马上拿到货啦，叫做这个 Seeds of Havoc。你可以讲中文。没有中文。好，基本上就很像是海上浩劫，对，或者说海上战争啊，还是说那个海上的混战都有。那这一款游戏呢，它其实非常的简单，它比较像是一款清澈的游戏，支援到5个人。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这个版图到底是怎么玩的。它大概有分几个，首先它这一艘小船就是让你去放到这个位置，它就是工人，所以它有一部分呢，外围这一圈是公白的游戏，然后内部这一圈呢，其实就是一个航海地图。有点像是网格的一个地图，你可以开着你的船在这艘大海上面，然后这是一个地球，所以说你是可以从这边，然后从这边出来的。好，因为地球是圆的。那接下来这个卡牌呢，也是一个卡牌构筑的游戏，所以你手上会有卡牌嘛，然后你可以进入你的卡牌引擎。那卡牌呢，主要呢就是影响你船跟别人船的一些移动的方向，然后并且呢，你可以用这边看到一个黑眼豆豆巧克力，好，好。这个干路丸呢？正路丸，这一堆正路丸呢，就是炮弹。好，你可以放在你的炮弹的位置。那你可以打出你的卡牌，然后发射炮弹，然后去攻击对方的船只，然后就可以获得分数。那游戏呢，就是会有一个总伤害卡，然后总伤害所有人伤害是会一起累加，然后结束之后呢，就比谁的分数高，非常的轻松有趣。对，那有机会呢，这款游戏我们应该也可以拍一次给大家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个人版图，我觉得这个版图设计也非常好，你可以看一下，对，非常的漂亮。这边呢，有没有？只要有航海的游戏，就少不了这个轮盘，真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的角色卡，还有一些技能，你就可以放在这边，变个角色卡。然后这边呢，就是你的炮弹格，然后最多就是可以放炮弹。那这一款游戏呢，我们就是简单介绍给大家看。那有机会再玩给大家玩。最后呢，就是如果要帮我们支持，记得一定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帮我们超级感谢。超级感谢！对，我们超级感谢功能已经打开了。对，如果真的想支持我们呢，也欢迎大家请帮我们超级感谢，我们会拍更多、更好玩的游戏，然后来介绍给大家。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